好，所以如果是要帮助这些经常咳嗽的人来缓解的话，还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提醒他们可以多用的呢？其实我们营养师会建议，第一个就是水分还是要足够啦哈。那温热也不要太烫口的，因为太烫口其实也不适合，就是就是喝下去会不舒服。那初期的感冒其实免疫力的提升还蛮重要的，所以这边提到就是像绿豆芽啦、香椿啊，或是油菜花，这个是比较少看到的菜，不过这个里面维生素 C 非常好，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做一个适度的补充。那甚至于如果它真的要提升免疫力的话，我建议蔬果汁的部分反而是可以给予，不要是冰块，不要是冰的蔬果汁，就是稍微室温的，像芭乐、小番茄其实都蛮好的。那有些人其实有些老人家咳嗽，他想要喝一点热汤的部分，那鸡汤啊或鱼汤的话，可以适度的去做一个缓解，甚至于像葱白粥啊，或是像网络上流行的什么蔬菜咸粥、葱白粥，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在营养价值上面来讲，葱白它是属于类黄酮高的一个食材，那你只要把它煮熟，避免它一些感染，因为尽量如果你煮葱白粥有2种煮法，有一种是直接粥煮完加葱白下去，那如果你本身在感冒，我们建议还是降低感染源的一个来源啊，所以尽量你的葱还是要煮熟。好，那蔬菜咸粥也不错，因为它主要就是补充所谓 B 群啊。我觉得找出过敏原食物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有可能你是吃到过敏原食物而引起的所谓的咳嗽部分。那最后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洋葱水部分，其实不只是洋葱，我觉得苹果还蛮不错的。如果真的小朋友的一个咳嗽只是一个一般的感冒的话，那有的舒缓的话，其实苹果泥啊，或是苹果的真的原味去打苹果汁，或是甚至于像大人9层塔韭菜，或是莴苣、芥蓝、绿茶这个部分，其实都有类黄酮的部分，可能在食物的一个疗愈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会让你的一个就是放松，会有个放松的作用这样子。好，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新闻哦，就说有人感冒弯腰咳嗽，结果居然肋骨就断掉了哦，咳嗽过猛不小心骨折了。这一名男子因为感冒不停的咳嗽，结果呢发现哇弯腰猛咳之后左胸剧痛，就医发现肋骨就被咳断了。哇，那这种咳是剧烈咳咯。那当然了，其实我们咳嗽哈，咳很用力，我们这个肋骨哈，这个2个肋骨中间都有叫肋间神经跟这个肋间的肌肉。对，我们常常有人说咳到就很痛，一个点痛，那病人怕的要死，以为说心脏病啊什么里面长东西来看。那基本上咳嗽因为极度的收缩，就像我们这个打球啦哈，打久了或跑久了，肌腱会发炎一样的。我们在咳嗽用力的时候，这个肋间肌肉会强烈的这个收缩咳嗽，然后它这个神经会痛，肋间神经痛，就痛起来有时候好等，这个有时候5、6天都不会消的哈。那当然如果咳的用力太大的话，这个肋软骨哈跟硬骨中接的地方可能会断掉。那当然碰过了哈。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来讲，这个肋软骨如果没断掉，但是照 X 光是没有错位的话，当然赶快要正咳了哈。那事实上咳嗽还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咳得太用力了，对，这个气压有的时候会从这个我们这个咽喉、鼻腔灌到耳朵去了，所以造成这耳朵里边的耳压会改变，有时候咳得很用力会天旋地转，晕得一塌糊涂，还有人咳到之后突然一边听不见了，那个就压力灌到耳朵去了，是那是暂时性的吗？暂时性的，但是有些如果说是咳到把那个耳朵里面结构叫内淋巴咳破的话，那就是会反正这个浮动性的听障眩晕会不容易好，那就赶快看医生。所以说我们在咳嗽，那就说咳嗽只要关起门，不要让别人听到就好了。可是咳得太严重自己会找苦吃了。是，所以还是看一下，还是要赶快看一下。然后通常什么样的咳嗽会咳到这种剧烈咳啊？剧烈咳一般来讲，譬如说我们肺发炎，真的肺炎的时候，因为你肺里面都是有发炎有脓，那当然也有人就是吸到异物，我们刚刚讲吸到异物，有人这个出去跑步跑了一半，那个苍蝇吸到这个肺里面去了，也碰过了哈。反正就这样。苍蝇吸到肺，那要怎么处理啊？就是咳嘛，他咳了半天，但还是会咳得出来了哈。会咳出来，从哪边咳出来？就从咳出来，你就咳到就是喉咙就咳出来了。那我们上次看了一个病人就这样子他咳了半天就是他在拿卫生纸给我看，我说怎么样？有时候我还检查一下，打开，他还留下来给医生看。对，他的就有些病人很仔细那个苍蝇的眼睛嘛，跟那个翅膀包给我看，我看我们旁边护理师笑了半天。我说你不是咳完吗？你帮我照一下，看里面还有没有残留的，搞不好有2只脚或什么的。是啊，所以我们一般医务真的是咳得非常严重。而且我们刚刚之前在聊天的时候，刘医师，你还有看过那种案例是吸到种子进去的当然，这个然后就在肺里面开花啦。对，那个在最有名是澳洲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农夫啦，他咳了半年了，结果去照 X 光片，医生当场吓了一跳那个就看到一棵小树在那个肺里面去。但我记得提醒大家，就是说，一般我们不管任何的种子或孢子，对，只要说到我们的肺里面去，我们会有呼吸有空气进去，
那肺里面有养分嘛，有水嘛，它就有机会长起来。那如果说是刚开始长，你会没有感觉，好，但是如果说有些一直咳嗽、肺发炎了，可能我们用这个支气管进去可以捞出来了。可是当它刚长成小树的时候，一个小树怎么办啊？那就没办法，它已经根扎下去了，那只好用胸腔进行手术了哈，进去把这个肺的旁边做个小的一个气状的切除，再缝起来。那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啦啊。所以像那个我们的长辈啊，阿嬷就会说，你那个吃种子啊，吃这个例如西瓜，对，籽就要吐出来，不然它会在肚子里面长小西瓜。应该不是啦，不是这样子啦。但是如果它吸到肺，就有可能对，我们任何东西吃到胃里面，就会从这个粪便就会排出去了嘛。对啊。那但是到肺里面去就麻烦了哈。所以吃西瓜还是不要讲话。对，很危险呢。如果那个籽是掉到肺里面去，对，有可能长西瓜小树的。哇，但是也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长的啊。当然不是这样子啦。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死的种子，就是反正或是像花生或者核谷类小的核谷类吸进去，那它也不会长，但是就会产生异物感，就发炎，对，可能就会感染。它可能不该到这地方进去，就是不就会有问题了。不管是纽扣啊、针啊、种子啊都不行啊，真可怕哈。好，所以咳嗽它如果合并哪一些症状的话，恐怕要特别的小心哦。一般来讲，咳嗽我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咳2-3周，好，然后在一般诊所看不好的话呢，哈，然后可能到医院去。以前我们会讲说，如果你抽烟咳嗽大概1个月就要注意，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学肺腺癌哈，跟不抽烟不喝酒都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这个条件我拿掉了哈，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咳嗽大概3-4个礼拜以上都不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哈，你的咳嗽咳到最后呢，声音开始沙哑了。我们最有名就是之前提到菲菲姐哈，凤飞姐，是她那个时候就是要准备演唱会的时候呢，结果咳嗽，就后来咳2天没关系，后来就又声音沙哑，去照X光片，肺也没什么问题，才发现是声带麻痹，后来才发现是个肿瘤哈，压到神经哈，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只要说是有声音沙哑，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就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咳痰有血丝，好，这也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说你咳嗽咳了大概最近这个1-2个月都不好，然后体重开始下降了。好，1个月奇怪，怎么瘦1公斤，又瘦2公斤，越瘦那就小心，那可能就肿瘤的问题。就肿瘤的问题。对，这些因素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肺结核当然也会，也有肺结核来讲，有些人初期他不会体重会下降的哈。那肺结核刚刚我们说也提到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大概不管是任何其实它现在不是光以这个肺咳嗽的表现，我们还有叫肺外结核。很多结核菌感染，包括这边长肿块，还有肠子里面有肺结核，到处都有可能这个肺外结核哈。那只要家族呢，或者你家的朋友、亲戚朋友，只要诊断了肺结核，一定要配合医生，完完整整的把药哈，有些是6个月、9个月、12月，该吃就吃完。因为你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它产生抗药性，是不是害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加小朋友、老人家，或者你上班的地方朋友都被感染，就很麻烦了，非常麻烦。对，是好。那在这个肺跟气管部分，我们这样听下来都知道说，平常的保养是非常重要了。如果在中医的部分，对气管的保养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通常在中医的部分呢，就是久咳。我们咳嗽本来就是一个属于肺的病变，那咳嗽上逆主要是肺的那个主气的功能，它升降失常。那如果久咳的人，他一定我们说久咳必伤脾跟肾。就是我们久咳的人，除了因为肺有状况之外，其实最后也会伤到我们的脾脏。那有些人你就看到说，我们咳嗽咳久会有一些食欲变差啦，或者是会有消瘦啦，或者是他变得人很疲倦，甚至还会伴随头晕，这就表示他伤到了脾。然后我们这个部分就是可能会除了治肺之外呢，还会加一些健脾益气的药物下去。那再咳久一点，尤其是老人家，他免疫力比较差的部分，他就是会伤到比较偏肾脏的部分。比如说他咳嗽咳久就会变得有点要喘这样子，本来没有气喘病史，然后咳久就有点喘，然后再来就是有的会开始漏尿，就是表示他气越来越不够了，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些补肾的下去，然后让它整个元气比较托起来，然后咳嗽的部分呢就会比较缓解这样子。所以咳嗽不是只有治肺，它有时候会兼顾其他脏腑这样子，兼顾其他的脏腑的部分。好，我们今天提到说咳嗽背后的成因的确是蛮复杂的，我们要找出这个咳嗽背后的真正原因来根治才是一个重点哦，不然的话就是治一个治标不治本哦。那咳嗽背后如果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影响到这个就医的时间，其实就蛮遗憾的啦哈。那最后请3位专家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还有建议，来，刘医师。OK， 咳嗽其实是我们一个正常防御的机转哈。但是如果说你感冒咳嗽，那也就罢了。如果你咳嗽超过10天到2周以上，
然后合并刚刚我们提到一些症状的话，可能还是看医生检查一下比较放心。检查一下比较放心，所以要找还是耳鼻喉科，或者胸腔科，都可以。好，来钟医师，那因为我们平常咳嗽的部分就可以进行保养。那刚才除了刚才讲的部分，像现在秋天快到了，我们可以保养肺，就是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食物方面就可以吃一些洋葱啦、菇类啊，然后杏仁啊或百合山药啊、之类，百合啊，对，山药这些都可以。那是选择方面是尽量比较挑温性的下去做处理。然后这样对整个气管的保养都会有帮助。那药材方面，你也可以多吃一些像我们的茯苓啊、白术，然后还有西洋参，这些都是对气管还不错的食物。像现在笋子蛮多的，钟医师建议吃笋嘛？因为我听到有些人说笋其实它其实比较冷，对，又伤胃，是不是？对，它有时候比较刮胃，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当然是健康的，你就偶尔吃还好。那如果你身体已经体质有偏差的，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吃太多，或者是那一阵子太不舒服的时候就全部都要避开。了解。好，来伊利。其实我觉得咳嗽要有咳嗽礼貌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感冒，就是适度的礼貌，真的戴口罩，或是远离这个所谓的可能那个旁边的人，而且也不要跟人家握手，对，不要跟人家握手。咳嗽完了之后就打手，就是不要这样。我很怕在那个公共区，很多人这样咳一咳，然后就摸那个座位啊，或是把手，这个可能就比较不好。那你自己可能自己的礼貌还是要做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开水的补充是需要的，所以你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那个热开水的部分做一个滋润的动作。那第三个就是曾经我们病人有的是那个年轻人，他很能撑，就本来就是咳嗽，后来变成那个气喘。所以这个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原本只是一个一般感冒的话，那你还是要适度的就医。好，最后问一下刘伯仁医师，就是一般人就会觉得说清喉咙这样。做久了对喉咙也会有伤害吗？清喉咙它有是一个我们在局部一个反射动作，可是我们在每清一次的时候，我们声带会摩擦。那你稍微清一下，当然摩擦是没问题啦，但是磨久的话，声带会长茧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建议说，清喉咙动作你赶快要看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水喝不够啦？我看到有一些小姐她们喜欢喝咖啡，吃下午茶，就喝完之后下午上班，晚上上班就是喉咙痰更多，咳得更严重。我说你咖啡利尿嘛，利尿的喉咙更干嘛。是，所以像我们现在吃很多辣椒或者咖啡因的东西，一定要补充适当的水分，要不然喉咙一干，清喉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会有个伤害。对。好，今天非常谢谢3位专家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哦，找出咳嗽祸源，就会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健康喽。接下来下个单元同样很精彩，不要错过了，马上回来哦。